最近我跟我老公在谈离婚，他出轨了。出轨的对象是我曾经的闺蜜。半个月前，我正在家哄着孩子睡觉，突然我手机的软件提示车辆入场，这是我们小区地下室车辆入场的消息。我知道老公回来了，以他的不成，5分钟后就能到家。害怕响动吵醒年幼的孩子，我特地醒着等他，可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到老公回家。带着好奇，我下楼去查看，没想到亲眼见证了一场车内疯狂。更令我心寒的是，跟我老公做头发的女生还是我多年的闺蜜。我当场愣在原地，反应过来后，我恨不得立刻提刀杀了这对渣男渣女。想到孩子，我极力压下内心的愤怒，掏出手机选择了报警。你好，我要举报，这里有人嫖娼。半个小时后，两人便被警方带走。由于证据不足，两人很快又被放了回来。经过这么一闹，我跟老公齐伟彻底撕破脸。我提出要离婚，起初齐伟并不同意，后来见我态度坚决，再加上闺蜜赵小琪的枕边风，齐伟同意了离婚。不过他有条件，女儿归我，还要我净身出户。我真想不明白，这渣男是怎么有脸说出这话来的？他出轨被我抓了现行，有脸逼我净身出户。离婚条件没谈成，我俩就这么僵持着度过了半个月。这期间赵小琪联系过我数次，他还有脸来劝我放手。回忆被手机铃声打断，瞥了一眼来电号码，直接挂掉，顺便拉黑。没多久，手机铃声又响起，见是外地的陌生号码，我便将电话接起。听筒内传来赵小琪得意的声调：陈潇，你这样拖着有意思吗？阿伟都不爱你了，何必呢？我冷笑，那你叫齐伟跟我离呀，只要他净身出户，我立刻签字，成全你们这对奸夫淫妇。这个时间段，全公司都在办公。我话音落下，周围同事全都停下手头工作，朝我投来好奇的目光。我知道影响不好，可我控制不住情绪，没办法暂停。耳边不断传来赵小琪嚣张得意的声音：阿伟根本就不爱你，他爱的是我，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，懂吗？他知道我怕冷，特地带我来三亚过冬。此时此刻，我正在泳池里骑着阿伟游泳呢。你知道吗？阿伟说你是沙漠莲藕，你的下水道他宁愿用水泥封死，都不愿意再碰一下。做女人做得像你这样失败，还真是少见。女人最懂如何气女人。我跟赵小琪认识多年，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，她是懂怎么戳我肺管子的。我生女儿的时候，因为顺产导致下体撕裂，子宫脱垂，后期遗留下一堆毛病。这些事情原本就难以启齿，只能偶尔跟闺蜜诉苦。没想到现在成了她拿来伤我的利器。3年前，赵小琪被渣男前男友抛弃，开服装店赚的钱全被渣男骗走，还因此欠下一堆债，被追债公司逼得差点跳楼。是我拿出齐伟给我的彩礼，帮着他渡过难关。结果他现在勾引我老公，破坏我的家庭。我再也忍不住怒骂回去：贱人，诅咒你全家不得好死。说完，我愤怒地将手机朝前砸去，万万没想到直接砸在我们老板身上。老板搓着小腿，龇牙看向我：陈潇，你抽什么风？不想干了是不是？发现殃及无辜，我立刻道歉：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上班处理私事，还把老板给砸了，我以为这回老板一定会开除我，没想到他却问我：刚才听你说的那些话，是家里闹小三了吧？来说说。我尴尬的抬头：老板，这是我的私事，不好说吧？老板大手一挥：公司是你家，跟家人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我们公司的上班氛围特别轻松，平日里闲着没事，大家就坐在一起聊八卦，确实有点家的感觉。父母年岁大了，婚姻出现这么大的状况，我并不想让他们担心。望着周围同事殷切的目光，我宣泄似的将这段时间家里发生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。公司不大，人员不多，我说的时候，几乎全公司的同事都围在我身边。听完我的讲述，人事部的张姐第一个拍案而起：特喵的，倒反天罡呀，必须让你老公净身出户，就是太过分了，这仨真的是不要脸到家了。众人七嘴八舌的咒骂奸夫淫妇的同时，还不忘安慰我。老板突然发声：今年年会我们就定三亚，下午就出发，不愿意去的就带薪休假回家。我懵了，不是还在八卦我，
怎么一下子就跳到年会上去了？孙秘书反应最快，激动的高举双手。老板，你这是要带我们去帮潇潇整死她老公和昌鬼前闺蜜吗？老板板着脸点头，周围响起一片激动的欢呼声。法务部的沈巍搂过我的肩，自信道，从业5年，从无败绩，这一趟我保证让你顺利离婚，顺便让渣男净身出户。他刚表完态，人事部的张姐突然脱掉外衣，露出满手臂的腱子肉。姐从小练武，上届武术冠军的牌子还在抽屉里躺着呢，带姐去，就算1打2，也让他们满地找牙。向来沉默寡言的 IT 组小哥弱弱的高举双手，我也去。沈巍一脸困惑，你一个只懂电脑的，去干啥？ IT 小哥冷冷开口，带上我，你老公跟800年前的聊天记录我都能找出来，挂大屏上。话音落下，掌声如雷，这样的高手必须带上。经过商讨，全公司无一人请假，老板立刻让孙秘书订票，全公司集体去三亚，连做卫生的保洁阿姨老板都带上了。据说保洁大姐骂工一流，横扫村口多年，从无败绩。老板说这趟就是冲着让我老公和闺蜜身败名裂去的。机场候机室里，众人七嘴八舌的聊天，气氛热闹的让我都忘了我是要冲上门去打小三的人。沈巍冷静开口，陈潇，你想要掌控离婚主动权，首先得有足够的证据。依照现有的法律，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支持让你老公净身出户，你明白吗？我清楚，那些一被抓住出轨就净身出户的，都是电视里演来骗人的。现实里，法律根本不支持，即便婚前签了协议也不能作数。我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让齐伟净身出户，我要的只是女儿的抚养权，还有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。可我没想到，齐伟如此恶心，公然出轨，还想让我净身出户。听了这话，张姐立刻不淡定了，特喵的，有没有天理？就这么放过渣男和贱女吗？前台小丽突然发声，那就搞臭他们，我们这趟不就是让他们身败名裂去的吗？沈巍赞同的点头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掌握更多的证据。沈巍的话让我犯难了，防火防盗忘了防闺蜜，两人就在我眼皮底下玩猫腻，偏偏我手上没任何证据。见我叹气，小丽凑了上来，姐，把你手机给我看看。我把手机解锁递给小丽，片刻后，小丽突兀的发声，姐，你可以查一查元旦那天你老公的账单记录，他应该先带着你嫡蜜看了电影，然后又开了房。众人一脸震惊，我蒙圈的问小丽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手机里没给我老公装定位啊。小丽嘿嘿一笑，你看你老公的蚂蚁森林1号那天分别产生了92克和180克的能量，这是开房和看电影2张电影票才有的能量。我一脸好奇，学生懵逼状，真假呀？小丽，你查查淘宝订单不就知道了，别用手机查，用电脑登录，能查到已删除的记录。为了共享88 VIP， 齐伟一直用的是我的淘宝。听了小丽的话，我立刻开电脑，果然在1号的订单记录里找到了酒店订单和电影票订单。我忍不住冲小丽竖起大拇指，牛逼，还有啥？快教教我。其余的同事也围了上来。小丽认真科普，277克能量代表生活缴费，180克能量代表购买2张电影票，136克能量代表购买火车票，16克能量代表点了外卖。听完小丽科普，同事们纷纷拿出手机一通操作。不仅如此，福尔摩斯小丽再度上线，潇潇姐，你这嫡蜜有点手段呀，免脱连体睡衣，豹纹情趣约会战袍，还有延迟喷涂，这趟三亚之旅，她为你老公准备的很充分嘛？我眼神里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。这你也能知道？小丽冷笑，她的好友圈不都共享着吗？我拿过手机，上下一翻，忍不住再次对小丽竖起大拇指。牛逼，以后你是我的姐。3个小时后，飞机落地，孙秘书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老板，我们住哪个酒店？一行人匆匆忙忙，连酒店都没定就赶来帮我捉奸。不对，开年会。老板朝我看来，你老公下榻哪家酒店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没开口，张姐便抢先一步，那对奸夫淫妇一定防着陈潇呢，我们让小许出马，黑了他们手机，看看酒店定位。小许扔下背包，
就开始翻电脑，却被我一把摁住。不用，跟我来。于是我雄赳赳地走在最前方，带着公司的同事打了3辆车一同出发。到了房间门口，我出示了身份证和结婚证，从酒店前台查到了房间号。张姐一脸惊叹地看着我，潇潇，不得了呀，你这捉奸专业的，连酒店都一清二楚。我打开赵小琪的朋友圈递给张姐看，满满的9张图，全都是她跟齐伟在酒店的自拍，一副幸福的要冒泡的恶心样。这傻缺还故意给我晒图，他这一晒不就暴露了定位？我拿着他照片里的建筑，在抖音扫一扫，在高德定位下，酒店的地址就出来了。张姐赞赏的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牛逼，走，姐姐们，陪你去给渣男贱女上一课。我拿备用房卡刷开锁，张姐直接一脚将门踹进去，巨大的动静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屋内的场景更是令人惊叹。赵小琪说的没错，此时此刻，他果然还骑在我老公齐伟身上自嗨呢。见到我的那一刻，赵小琪惊的下巴都要掉了。你怎么在这？张姐撸起袖子就要干。狗男女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我和沈巍将他死死拦住。张姐，打人犯法的，不要冲动。在我们几人的劝说下，张姐才平静下来。我们交谈间隙，齐伟跟赵小琪已经穿好衣服，站起来跟我们对峙了。齐伟伸手指着，满脸怒气。陈潇，你有病吧？没事到这里抽什么风？赵小琪倚靠在他身边，眼神里满是得意。你该不会是对齐伟旧情难忘，追来求复合吧？我气笑出声。旧情难忘，就齐伟这样的，他配吗？我图他什么？是图他年纪大，还是图他阳痿早泄，需要靠延迟喷雾才能让你满足？我不要的破鞋，也就你拿去当宝。俩人没想到我会骂得这么难听，顿时愣在原地。特别是齐伟被人当场揭穿秘密，那叫一个尴尬。赵小琪还不死心，还在挣扎。不是放不下，你追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不屑地打量着赵小琪。当然是来真实你俩的呀，现在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说完，我将赵小琪一把推开，他还想上前，被张姐他们给拦住。几人一起不屑地打量着他，讽刺声不断。长得丑可以整，心眼坏是真的没法治。人至贱则无敌，你这脸皮不送去研究防弹衣真可惜。哪个下水道没盖好，让你这么个脏东西爬出来了？赵小琪不服气，还敢跟同事对骂起来。他骂得又粗又脏，喊骂量极高。张姐武力值高，可是嘴不行。小丽是年轻的小姑娘，也不是赵小琪的对手。眼看这边要处于下风，我正准备去帮忙，保洁大姐先挺身站出来。只见她单手叉腰，一手指着赵小琪大声道：死丫头，脑浆摇匀了再跟阿姨说话。瞅瞅你自己那身配置，歪鼻咧嘴，鸭脖鸡胸，脑袋像个棒槌，身体像个锤子。你爸爸守坟山，你妈妈当保安，你半夜在那路边边偷电线杆。一顿输出，让赵小琪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张着嘴在一旁喘粗气。骂功那叫一个绝，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收拾了赵小琪，我带着沈巍来到齐伟面前。给你介绍下我请的律师，现在2条路给你，协议离婚还是起诉离婚，你自己选。齐伟不屑的冷笑，离婚可以呀，协议不是给你了吗？你签字，我立马跟你去民政局。沈巍直接甩给齐伟一沓我们刚刚加急答应出来的证据，里面是我按照小丽提供的方法找到的齐伟跟赵小琪开房的记录，还有家里车上的监控录像截图。给完证据，沈巍一脸严肃的开口：齐先生，你出轨的事实成立，在这段婚姻里是毋庸置疑的过错方。作为婚姻里的受害方，我的当事人陈女士不仅享有抚养权的优先选择权，还能多分割夫妻财产，甚至主张向你索要精神赔偿。还有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，你给赵女士所有的消费和赠与都属于你们婚内的财产，我们有权利追回。请你想清楚了再开口。齐伟愣在原地，半晌才找到声音：陈潇，你跟我来真的？带一帮人来，是想逼死我吗？我双手环胸，冷眼凝视着齐伟。让你认清现实有问题吗？回过神来的赵小琪气势汹汹地冲到齐伟面前。别理他，我表哥带人马上来了，他可是这里的地头蛇，就凭他们这几个人，我让他们站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赵小琪说的信誓旦旦，我不由得有些担心同事。
他们都是为了我才来的，不能因为我的事让他们受到伤害。我小声劝说老板，让他带着人先离开。沈巍霸气道，姐妹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怕啥？老张安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别怂，姐在呢。几分钟后，4、5个5大3粗的男人摇摆着走进门，赵小琪立刻扑上去，哥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有人欺负我。带头的男人就是赵小琪的表哥，脖子上戴着一根大金链子，眉间还有一道刀疤，看起来有些凶悍。谁 TM 的敢欺负我妹子？赵小琪得意一笑，伸手朝我指来，哥，就是这贱人。他表哥抬眸打量了我一眼，死丫头，现在马上跪下来给我妹道歉，否则我让你走不出这酒店。看着这群二货，我都头大。什么年代还玩黑社会这套？他们难道不知道现在扫黑有多严吗？我直接掏出手机要报警。赵小琪发现了我的举动，叫喊道，哥，这贱人要报警。他表哥一脚踹来，将我的手机踹飞。事发突然，我们这边都没反应过来。我弄死你！对方恶狠狠地朝我扑来，张姐反应迅速，一把将我拖走。见他要动手，我连忙劝阻，张姐，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？我不想张姐因为我而受伤。张姐甩了个眼神，示意我淡定。微微，姐这动手算正当自卫吧？听到张姐询问，沈巍帅气的点头，妥妥的。赵小琪表哥已经开始不耐烦，几个丫头片子还敢跟我耍横，不给你弄服了，你们都不知道哥哥我有几条腿。他一巴掌扇过来，手刚擦到张姐衣角，就被张姐拽住，随后一个漂亮的过肩摔，下一秒人已经被张姐重重摔在地上，只剩下惨叫和哀嚎了。啊，疼死我了！他挣扎的爬起来，看向同行的几人，你们还愣着，一起上呀！4个大男人同时走过来，我有些担心张姐，抄起一旁的凳子就要冲上去。张姐将我往身后猛地一推，站远些，小心待会血溅你脸上。4人联手也不是张姐的对手，张姐站在中央，一双大长腿踢得虎虎生风。几分钟的时间，4人就被打得嗷嗷叫。张姐这武术冠军的金牌绝对货真价实。这一幕可把赵小琪给吓傻了，齐伟也怕了，缩在赵小琪的身后，满脸惊恐地看着我们。你们到底要怎样？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？我都要笑死了。齐伟，这些人可全都是你叫来的，你确定警察来了是抓我们吗？小许手里举着大疆，全程记录着现场发生的事情。齐伟脸色一白，沉默着没说话。他又不傻，自然知道报警对他没好处。赵小琪那表哥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若是报警，他们还不知道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呢。齐伟，离婚吧，我只要房子和孩子。原先我还想着一人一半，现在我要占大头。前年我们看经济形势不好，将大半的存款拿去将房贷清空。现在齐伟手上的钱并不多，为了尽快拿到离婚证和女儿的抚养权，我可以暂时先妥协一下。见他不说话，我又继续威胁道，你若不答应，大不了就打官司，凭我手里的证据，你必输无疑。齐伟抬眸看了我一眼，又瞧了瞧我身后的同事，最后点了点头。好。他一答应，沈巍立刻行动，现场草拟离婚协议。赵小琪急了，不行，怎么能把房子给他们呢？我拦住赵小琪，我们的账还没算呢。他下意识想对我动手，张姐立刻站起来，他瞬间就送了。我从小许手里接过一份资料，扔到赵小琪怀里，这是齐伟这2年给你花的钱，还有他给你的转账记录，合起来也有20多万，请你现在立刻还给我。赵小琪不客气地甩开资料，你有病吧？我冷眼看着他，不还你就等着我起诉吧，到时候对簿公堂，把你们的奸情揭露，丢脸的只会是你和齐伟。说完，我越过赵小琪，看向齐伟，听说你马上要升区域总经理，一旦闹出丑闻，你确定你还有升职机会？赵小琪能勾搭上齐伟，除了因为自身太监外，不外乎齐伟还有些赚钱的能力。齐伟瞪大眼眸朝我看来，陈潇，你真的要做的这么绝吗？我气笑，比起你婚内出轨，睡的还是我的朋友，我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软硬不吃，齐伟只能对着赵小琪没好气道，给他。赵小琪气得跺脚，阿伟，你疯了吗？齐伟暴怒的吼道，难道你真的要影响我的工作吗？赵小琪气急败坏的朝我瞪来，
20万没有，只有2万，要不要随你？跟我耍心眼，我才不惯着。那就打官司呗。齐伟，你是当事人之一，记得出庭。齐伟气得伸手去拽赵小琪，赵小琪怨恨地朝我看来，你保证拿了这钱，以后我们就两清了，再也不找我们麻烦。他怎么有脸说出这话？脑子清醒一下，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赶紧，我们公司还等着开年会呢。架不住我们的威胁，赵小琪不情不愿地将钱还给了我。收到钱后，我强压着内心的激动，带着同事们离开。我清楚的明白，这次齐伟能这么爽快的离婚，全是仰仗了我身后这群好同事。原本齐伟觉得能拿捏我，将我吃得死死的，可他没想到我的同事们都这么给力。为了表达我对同事的感激之情，我主动在5星级酒店订了一桌款待，真诚的感谢同事们的友情赞助。小丽笑呵呵道，我们得感谢老板，这是我过得最爽快的一次公司年会。张姐跟着附和道，没错，好几年没动手了，今天可真是让我爽了一把。谈笑间，众人笑成一团。这趟我们在三亚待了3天，最后一天去了免税店，我给每位同事买了一套海蓝之谜的护肤品做答谢，若是没有他们，我争取不到这么多的利益。3天后，我们回到原来的城市，老板任性，直接宣布原地放假，大家乐呵呵的各自回家。我第一时间联系齐伟去离婚，他来的时候，赵小琪也来了，两人甜蜜的跟新婚夫妻一样，那模样真令我作呕。齐伟，30天后见，只要过了30天的等待期，我们就正式离婚了。齐伟不耐烦的冲我摆手，赵小琪临走前，眼神阴狠的瞪了我一眼，小贱人，我就喜欢他恨透我又干不掉我的蠢样子。趁着放假，我带着女儿回了娘家，得知我离婚是因为齐伟出轨，父母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感叹我命不好。我乐呵呵的跟他们解释，让我守着渣男忍气吞声，还不如离了爽快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有女儿有钱，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爸妈见我想得开，倒也没再提起。得知是老板和同事帮了我，他们还说等年后要去我公司亲自谢谢大家。时间一转眼就过去，30天后，齐伟准时出现，赵小琪依然陪着他身边。此刻的赵小琪整个人神采飞扬，他摸了摸平坦的小腹，对着我得意的笑道，陈潇，我怀孕了，验过了，是男孩。你看，这是阿伟妈送我的大金镯子，她说你是生不出儿子的母鸡，而我是齐家的福星。我都快笑死了，大清都王100年了，这姐妹还跟我宣扬有皇位继承呢。不过看她这得意的模样，我就不爽。赵小琪，离婚证可还没拿到手呢，你说我现在撤销离婚申请，再告齐伟一个重婚罪，就拿你肚子里的种作证，这事情能不能成立？话音落下，两人都变了脸色。齐伟不满地朝着赵小琪瞪去，你没事跟他说这些干嘛？赵小琪也意识到不对劲，不服气可又无可奈何。你到底想怎样？赵小琪，放古代妾身进门要给正妻下跪侦查的，懂吗？我要你跪下认个错，不过分吗？赵小琪气红了脸，朝我怒吼，你做梦！我无所谓的耸了耸肩，既然你不想就算了，我先回家了。见我要走，赵小琪又急了，陈潇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我回身一把拽起他的衣领，赵小琪，我把你当姐妹，你勾搭我老公，我没有把你大卸八块，你都得感谢是法律救了你，贵不贵你自己选。我没有私下报复赵小琪，已经是天大的仁慈，可他选择继续在我面前蹦跶，趁机恶心我，那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了。赵小琪现在已经怀孕，若是我不跟齐伟离婚，他的损失可就大了。犹豫再三，赵小琪还是朝着我跪了下来。刚才他有多神气，现在就有多狼狈。这一幕倒是把齐伟看得心疼了。陈潇，够了吗？我冷笑一声，要不你也给我跪一个。齐伟立马闭嘴，周围人来人往，都看着我们这边。我可不想引起别人的关注，这才放过赵小琪。很快离婚证到手，我跟齐伟彻底没关系了。女儿才上幼儿园，我害怕离婚对她有影响，暂时没有告诉她这件事情，想利用时间来缓冲一下。这天我快下班的时候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，潇潇，我去接宝宝，老师说被爸爸接走了，你去问问齐伟到底怎么回事。得知消息，我立刻给齐伟打去电话。齐伟不耐烦道，我妈生日，
我让孩子来吃饭怎么了？我吼得比他更大声。没经过我同意就是不行，你们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马上过来。拿到地址后，我第一时间赶了过去。我站在饭馆门外联系齐伟。几分钟后，齐伟带着女儿出现。陈潇，你真是有病！我上前一把抱过女儿，怒瞪齐伟。我不想跟你吵，我也没有拒绝孩子跟你接触，但是我要求你必须经过我的同意。你这样擅自将孩子带走，已经对我造成影响，知道吗？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，他妈是孩子的奶奶。若是真想见孩子，我也不会阻止。可我不能接受这种形式地带走，以后我会跟幼儿园沟通好。除了我父母和我，谁都不能从老师手里接走孩子。齐伟不悦地挠了挠脑袋。行行行，你走吧，看到你我就烦。我也不想在孩子面前跟他大吵，随即抱着孩子离开。上车之后，我发觉孩子异常沉默。我耐着性子哄孩子，宝宝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妈妈刚才吓到你了？孩子红着眼冲我摇头，看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模样，我心疼极了。我伸手抱抱他，他却惊叫出声。察觉不对劲，我掀开他的衣袖，发现他手臂黑紫了一大片。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撞伤或擦伤。我强压内心的震惊，耐着性子询问孩子，宝宝，告诉妈妈，手臂怎么回事？是有人打你吗？起初他还不愿意说，经过我一阵耐心哄骗，他才说出真相。妈妈，是琪琪阿姨，她捏宝宝，还让宝宝跪着给她磕头。妈妈，琪琪阿姨好坏，她拿针扎宝宝腿，好痛好痛，我哭，阿姨就打我，她干嘛这样对宝宝？女儿的哭诉让我痛彻心扉。我没想到赵小琪这么没有人性，居然对一个4岁的孩子下黑手。此刻我恨不得冲上去杀了他。我联系了我妈，让她将孩子带去医院做检查。我又返回酒店。等我到酒店的时候，张姐和沈薇也到了。他俩原本就是我的饭搭子，我们有个小群。在得知女儿的遭遇后，我第一时间把消息发到群里。两人立刻放下手头上的事情，赶来帮我。找到齐伟他们吃饭的包厢，我们3人一起走了进去。见我们出现，桌上众人面面相觑。齐伟朝我投来厌弃的目光，你又来做什么？还嫌没闹够？齐伟妈更是一脸不满地道，丧门星，这里不欢迎你，给我滚！赵小琪坐在齐伟妈身边，笑得一脸高兴。我将手扣在餐桌的旋转盘上，猛地一掀，将整桌菜掀起。我让你们吃。没等众人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我已经扯过赵小琪的头发，伸手对着他的脸一阵猛扇。赵小琪捂着肚子，不敢跟我较量。阿伟，你快救我呀！齐伟想上前，被张姐一个眼神吓回去。他见识过张姐的武力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其余的人上来劝架，全都被我拦住。齐伟妈气得直跺脚，我的大孙子哎，你们快报警呀！我扇累了，才停下来，目光死死地注视在齐伟身上。齐伟，你还是人吗？让赵小琪对宝宝下黑手，你配当宝宝的父亲吗？齐伟眼神困惑地看着我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把跟女儿的对话当众放了出来。齐伟震惊地看向赵小琪，你打我女儿啦？从他的反应看得出来，他应该是不知道的。赵小琪顶了一张猪头脸，哭的那叫一个凄惨。阿伟，根本没有这事，他诬陷我。此刻无论怎么发泄，都无法缓解我内心的愤怒。那可是我10月怀胎，一手带大的女儿，他们怎么敢？齐伟妈栽倒在地，大声哭嚎起来。齐伟从没见过这样凶悍的我，一时间有些怂，态度也缓和了一些。这里面是不是有误会？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，有可能下意识说谎，可能你搞错了吧？他应该庆幸他是不知情的，若是在明知道赵小琪欺负女儿的情况下，他还说出这话，我一定会弄死他。我盯着赵小琪道，你不是要报警吗？你现在打电话吧，我妈已经带着我女儿在医院做伤情鉴定了，刚好也让警察来调查一下。听见这话，赵小琪的气焰顿时弱了几分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。齐伟妈扑上来给赵小琪撑腰，一个丫头片子能有什么金贵？你今天敢动我儿媳妇，伤了我大孙子，我跟你拼命！我直接一脚踹过去，滚你 M 了个屁！齐伟愤怒地扑上来，陈潇，那是我妈！我甩开赵小琪，扔到她怀里，指着这对狗男女警告道，这事我不会就这么算的。说完，我便带着张姐他们离开。离开饭店，张姐还是不解气，就这么放过这对狗男女？
沈巍叹了叹气，那三儿怀孕了，真报警，警察也不会对她怎样，最后大概率是调停和解。我明白沈巍的意思，所以我在得知这事后，并没有选择报警。不管如何，先打一顿解气再说。我料定赵小琪不敢报警，你们放心，这事我绝对不会这么算了。赵小琪千不该万不该去动我的孩子，他以为有孕妇身份就能嚣张吗？等着吧，我会让他知道激怒一个母亲的下场。几天后，我主动打电话给齐伟，我让他带赵小琪出来，一起谈一谈女儿的事情。齐伟原本不愿意，经不住我威胁，最后同意了。赵小琪落座后，态度还是十分嚣张。我强压着怒气跟齐伟谈，我要求齐伟从今以后再也不能见女儿。齐伟不同意，赵小琪更是狮子大开口，想要买断他们的父女情，可以呀，拿50万来。有些人死到临头了还得意呢，既然谈不拢，那就不谈了。我起身要走，赵小琪气得拍桌，陈潇，你耍我们？我点头，对呀，就是耍你呀，蠢货。赵小琪放下狠话，要我好看，然后拉着齐伟起身离开。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还特意撞了我一下。我索性落到位置上坐下，目光直视他们的背影。两人刚走出店门，马路上突然有一辆车疾驰而来，那轿车目标明确，直直朝着齐伟和赵小琪冲去。关键时刻，齐伟甩开赵小琪的手逃生，赵小琪被撞飞10几米远，砰，砸出一声巨响，随后重重落地，鲜血顺着他的身体蔓延开来。我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见人自有天收。这场车祸让赵小琪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同时还导致他的尾椎粉碎性骨折，下半辈子都没有站起来行走的机会。齐伟虽然及时甩开了赵小琪，可车子还是撞到了他，他的右腿断了，听说肋骨也断了2根。比起赵小琪，他这伤算是轻的，不过升职加薪注定没戏喽。赵氏司机被当场控制，经过调查，这司机就是赵小琪跑路的前男友，上周刚刚回来，他撞赵小琪就是为了复仇。赵小琪忘了，这么多年朋友，他了解我，我也了解赵小琪。当年赵小琪说男友做生意被骗，还对他家暴，最后卷走他辛苦赚的钱。后来赵小琪一次醉酒说漏嘴了，其实当年那些钱根本不是前男友做生意被骗，而是他赌博把钱都输光了，为了让前男友背锅，才故意找人做局骗了前男友。等前男友逃走后，他又故意编造出一堆谎言，博取身边亲朋好友的同情。他跟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经常听说他前男友脾气不好，稍有不高兴就喜欢对他动手。若是让他前男友知道，从头到尾都是赵小琪骗他，赵小琪会是什么下场呢？于是我让小许帮我寻人，找到她前男友现在的联系方式，将这个消息告诉赵小琪的前男友，故意将我约了他们的事情说漏嘴。只是我没想到这哥们如此残暴，原本以为他会暴打赵小琪一顿，没想到他想要的是赵小琪的命。听说他被赵小琪骗光所有钱后，不管做什么生意就没再起来过，日子过得非常凄惨，内心压抑了超久，这一次总算是报仇了。为此我特地找了沈巍，把沈巍的师兄介绍给他，业内非常有名的大律师，希望能帮他一把。赵小琪清醒那天，我特地买了花篮去医院看他。上好的菊花，原本想等明年清明送你的，现在提早送，可别客气哦。赵小琪躺在病床上，身体包得跟木乃伊似的。听见我这话，气得监控仪器都绷不住了，血压直接飙到200以上。我放下花篮，笑呵呵的离开。他们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报应，我也该回家陪着我女儿好好过日子了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